我们谈逼近这个概念。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节还没有谈，那这个小节我并没有准备要放弃啊，所以我还是要谈。那你记得我们上一集谈这个逼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这样，就基本原则，你有个目标，你有一个逼近的式子，你有个误差。那目标呢是，当然就是我们想要，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函数，可能是一个不好算的函数，可能是个积分，可能是一个根本没办法算的积分。那逼近式呢，是用某种方式呢去逼近它，它第一个是它毕竟不是这个我们的目标，但它可以非常的靠近它。那通常逼近式呢要比较简单，这是当然这是你做逼近的目的。你不可能用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去逼近你要的目标，所以是比较简单。所以举例来讲，比如说给你一个函数，那我们上学期讲过的逼近式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考虑的是用多项式去逼近所有的函数。那多项式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泰勒多项式，一个是用差值多项式。但是因为多项式毕竟不是函数，譬如说这是 log x、ex， 毕竟不是，所以中间有误差。那你控制这个误差，你就可以知道你逼近的程度有多好。那通常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希望它误差越小，这个逼近式就会越复杂这里面中间有一个交换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一方面我们希望用很简单的方式去逼近，但你很简单的时候误差就会比较大。那这中间呢要做一些交换的事情，那你尽量尽量让你自己呢满意。那在做这个逼近式跟误差的时候呢，我刚刚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能够做多近的逼近误差到底有多好，通常会被一个 n 所控制。你随着 n 的变大，可能误差会越来越小当然这也不是一定。那但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尽量了解这个理论上我们怎么做到这个事情然后让整个事情可以完善。所以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谈了函数，谈了积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呢，是一个比较没有想到，是反过来，我们回到这个目标其实是一个数。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看根法，就是方程式或者说方程式的根。也就是说，我们要算根，方程式的根。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目标呢是方程式的根。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数去逼近这个根。那因为你随着 n， 所以事实上我们想要找到的是一个数列有一个数列。然后随着 n 变大的时候呢，它离这个根越来越近。那当然你要算到很大的根，你需要做很多次的计算，所以跟刚刚一样。你要花多少精神，那就是看你需要的时候，你需要误差是多大。如果误差1%就够了，你就不需要多算那你如果需要误差更精确，你当然要让这个 xn 呢，这个 n 这个数列算的越长越好。那我们今天希望证明这个 limit 在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xn 呢刚好是我们要的这个根假设我把它叫做 r。这样子，好了，这是大致上的原则。那我们等一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事情大家要怎么想。那方程式的根为什么重要你学过微积分以后，应该知道它更知道它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毕竟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解f' x 等于0，有时候要解 f' x 等于0因为你要判断函数的极值、函数的凹性那尤其是极值是我们通常在应用上最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在应用上通常要谈极大值、极小值或者最大值、最小值。那无论如何你要会解这个根。那我们在普通的就前面举的例子呢，通常是比较好算的，因为当时的概念是要去介绍什么叫极值，所以通常你能够很简单的把它算出来，把根给解出来。
但是实际上的应用的时候呢，当然不见得是这样子。好，你解一个方程式的根，那个方程式不见得很好做。譬如说我随便写一个，好 ，x 的8次方减 x 7次方，3x 6次方减2等于0。好，请问这个根要怎么解？我只是随便写，你不要抄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根是什么。假设你有一个这样的方程式，请问根是什么？啊，那就算这个方程式呢，你可以把根解出来。刚刚有稍微把它写一下，譬如说4x 6次方，减掉6的 x 的4次方，加上3x 平方减3等于0。好，譬如说是这样子。那这个根呢，其实我知道它的解是这样。好，这其实就是我写在课本上，1加上3次方2。好，我现在写出这个方程式。现在假设你用某种方式，啊，因为这事情反过来是比较容易。我知道这个之后，我反过来写出这个方程式是比较容易。我刚刚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好，但是如果我不写这个，你光看到这个方程式，首先你不知道怎么办。我猜大部分人都不晓得怎么做。好，那就算我们把它写出来，我们把这个答案给写出来，写成这样子，你还是不知道它大概是多少。你只是比较确定知道说，因为它是根式，所以我比较了解它，就这样子而已。好，那通常你写这个东西呢，就实际上应用还不如你写出一个小数，这个小数不见得刚刚好是这个值，但是呢，它很逼近它，譬如说小数点只差个0.01这样子。好，在应用上。所以这里面呢，其实这就是你精确跟你在应用上的一些微小的差别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这个就算我知道怎么解，这个东西对我来讲还是太抽象，我还是希望知道怎样的数值啊，比较就是也许不是刚刚好，但是差不多把它解出来，这样子。好，这是一种。那随便再写一种，譬如说，啊，这个连多项式都不是。我们解根呢，从国中、高中以来啊，解根大概基本上就是多项式，好，解到2次方程式里。你现在想想看，你会做的其实没有很多，好，到了3次、4次呢，理论上你可以做，但其实老师已经没有教了，只有某一些比较，有些老师可能会补充这样子。但是像这种方程式，你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了，哦，你稍微想一下就知道，你不晓得怎么去解这个根，随便再写一个，譬如说 sin x 等于2/x。像这种都是，那这个根到底是多少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谈，就是方程式的根，或许很重要。对你解很多解题来讲，通常你就是要求根。但是呢，随着你学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科学，或者说你的模型越来越变化越来越多，你要解的方程式呢，可能看起来就不是你以前可以掌握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来解决它。那照理说，解方程式的根不是比解函数啦、积分还要更基本吗？听起来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一章的一开头就直接先讲解方程式的根？照这个顺序来讲，好像这样是比较对的。那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这样：我们对于解方程式的根就算不是多项式，我们也不是真的完完全全没有办法。那主要是因为你们学过下面这个定理。这定理叫康根定理，也就是说，我先画个图。假设你有一个连续函数，你知道呢，它在 a 跟 b 的值，假设你知道 f_a 乘上 f_b 小于0，也就是a 跟 b 的函数值1号。假设你已经知道这个事情，1号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函数值呢，譬如说它在下边的话，这个就在上面。那因为它是连续函数，所以这个函数图形不管它是什么，它总是要通过那个x 轴。那在这个地方呢，就产生根，这些地方这就是我们要的根。所以康根定理是说，如果 f_a 乘上 f_b 小于0，假设我已经讲 f(x) 是连续，如果你要严格一点，你也可以说它在 a_b 上是连续。a_b 区间上面连续，那假设这样子的话呢，那我知道，就在
，A、B 之间有一根。数学家讲有一根的时候，不是说刚刚好有一根，不是这样，就是有根的意思，好吧？至少有一根，如果你要这样 ，OK。那因为有这个定理呢，所以我们多多少少觉得说，我光靠这个定理呢，这些方程式啊，也许很难做哦。但是譬如说，你把它写成 y 等于 sin x 减掉2/x， 然后你把那个计算机拿出来，稍微算一下啊。那如果一正一负，那中间就有根，比如说这样子 ，OK。所以我们多多少少是还好啊，我们不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举个例来讲，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所学到第一个需要用到这个方式的第一个数应该是根号2，好，这个你们很熟了，它是 y 等于 x 平方减2。等于0的根，我们就用这个来当例子好了，好，这最简单。所以你如果用康根定理啊，大概是这样子。因为你很容易就知道，你从根号2的定义，你知道说1的平方小于1的平方等于1，2的平方等于4嘛，所以你很容易就知道1呢，会比根号2来的小。然后根号2比2来的小，哦，那这个地方你之所以知道这个，你也可以用康根定理来讲，啊，因为你把它带进去，1带进去是-1，2带进去呢是4减2等于2，所以一正一负，因此根号2在这中间，所以呢，你对它就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啊，0、1、2，好，所以根号2在这中间。我现在讲的是国中哈，国中差不多就是这样讲。国中没有讲康根定理，但是国中讲的就是说用平方来讲，啊，所以你们应该是很熟的。所以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呢，就是把1到2中间切成10等份，写个1.9好，好，就是这样，在这上头找出10等份，这样子。然后你把每个地方这个数字呢，都把它带到这个函数去。哦，我用国中的方式，就是用它的平方是不是比2来的小，或者平方是比2来的大来验证。反正你在这个计算里面呢，你要一直算到1.4，好，跟1.5的时候，你才会有一正一负出来。因此你知道呢，它大致上是在这两个中间，啊，这两个中，然后你再继续往下做，1.41、1.42。一直到1.5、1.49，这样子。然后在这中间呢，你再继续带。那这次运气比较好，好，这次运气比较好，你算到这边的时候，刚好这两个就对了，好。所以你现在知道根号2呢，在1.41跟1.42中间。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好，我们的的确确呢做到了我们刚刚最左边要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根号2。我有一个方法，去逼近它，虽然看起来有点啰嗦，但它毕竟呢还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方法，而且误差也非常清楚，因为你现在把根号2写在这两个中间，表示根号2呢，当你写根号2差不多是1，譬如把它写成1或者2之间的话，你就知道是误差大概顶多是1嘛，因为它是1跟2之间。当你写到这边的时候呢，根号2在中间的值，你随便在这根号2，你在1.4跟1.5随便找一个值，当做根号2的近似值，你就知道它的误差小于0.1，因为这个里面差的是0.1。到了这边以后呢，它的误差是0.01，就是到了1%。OK， 所以根据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目标呢，其实事实上我们是做到的。它唯一的问题是太慢了，这是它唯一的问题。多慢呢？因为你这个方法我们称为10分逼近法，10分逼近法，在这个地方你要把它每增加一个小数的位数啊，你要把它分割成10段，所以你要做10次的计算。那当然这个很难说你运气好的时候，它在前面就会出现；运气不好的时候，它到后面才会刚刚好得到你要的那个值。所以平均来讲，我们讲平均来讲，大概每5次可以推进一个位数。所以如果你想
你想要让它精确到小数点以下10位的话，你要计算50次，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先把它写下来。假设你要到小数点10位，好，小数点以下10位的话，你大概要计算50次。那这计算只是一个比较粗略的讲法，因为这个计算牵涉到你的函数有多复杂。那我们就先不管，我们就想成你要做一次操作，好，大概要50次。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用，不是太好，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呢用完全一样的，好，我把这边擦掉。我现在用完全一样的函数，哦 y 等于 x 平方减2等于0，我还是用根号2。一定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好，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想要算出根号2的值大概是多少？那牛顿开根法呢？它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不是讲过线性逼近吗？就是一个函数，我可以用线性逼近来逼近它。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函数我是不是也可以用切线来逼近？那这个函数解根跟一条切线不是，就是一根直线去解根啊，这两个难度相差很多很多。解这个根呢，这个函数可能很复杂，但是如果只是切线，那只是一个一次方程式，解根你从国中就会了。OK， 所以牛顿开根法的想法很简单，它大概是这样。我举个例子，等一开头，你先找一个点，那你不能一开头就找根号2，因为你不晓得根号2的值。你先找你会的，譬如说你就找根号2，比如我取这一点，然后你取这一点，这是2，4等于2，这点2看起来不太准，就请你们担待一下。然后你在这一点呢做一条切线，这条切线呢是这样子做下来，所以呢这条直线呢跟它会交于这一点，这一点显然跟根号2比较接近，对不对？而且因为它是切线的关系。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逼近，这个根是一个逼近你要的东西。我们实际来算一下，所以 x0等于2呢，你在那个函数曲线上是这一点，所以它的切线是 y 等于，好吧，既然是这样 ，f' x 好像不应该写在这里，写在这里好 ，f' x。在这里，好，所以你把它带进去，切线是4，x 减2加上2，所以你让它等于0，因此我们得到 x 呢等于2减掉1/2，等于3/2，所以你事实上得到的下一个点就是1.5，这个点不是画得太好。但它就是1.5，那1.5显然好很多因为你其实是知道根号2大概是多少。好，那牛顿开根法的下一个是这样，你既然已经求出这一点，我现在就把这个1.5当做新的一个点，我现在用这一点，然后用它的函数值，然后再去求切线，再去求切线，再跟它相交。那这样子我所得到的点呢，当然又会更靠近它你这个东西，你只要画2下子，你就大概已经看不出来了。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以前我说过，任何一个点你把它一直放大，那个切线到最后跟那个函数曲线基本上是叠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来。所以当它非常非常靠近它以后，你去画那个切线你从图上看，它基本上已经分不出来。这表示说你所逼近的那个根非常的有效。那我们来试试看。所以我现在把1.5呢，我把它叫 x1。x1 是3/2，
所以我做这一点的切线，所以是 y 等于2x， 就是3x 减掉3/2，加上3/2的平方减2，所以是3x 减掉9/2，加上这是多少？4/9减2，1/4。好，所以这个令它等于0。因此我们解下来，我们得到 x2。这是多少？所以我们得到 x2 等于12/17。那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很熟，把它换成小数呢，它大概是1.41，所以这个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它大概是1.414，大概是这样。好，那现在我们觉得这样写有点烦了，因为你每次都要把一个切线写出来啊，然后再去算它，比较复杂。我有没有办法直接写出一个公式，直接来写它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这地方暂时先停止。我现在假设呢，我现在取的那个点叫 xk， 因为它的方法很固定，所以我就不妨直接写成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假设我现在有一点 xk， 那利用牛顿康根法呢，意思就是说我用 xk 这一点，它的函数，用它的函数曲线上的那一点做切线之后，相交以后的新的点叫 xk 加1。因此呢，我现在我做切线。y 等于先把切线写下来，所以是2xk x 减掉 xk 加上 fsk， 但 fsk 就是 xk 平方减2。好，我干脆来导一个公式好了，就从任何一点开始，我看下一点是什么。所以我令它等于0，所以得到2xk x 减掉2倍的 xk 平方加上 xk 平方减2等于0。因此我得到 x 等于 xk 的平方，这个是负号移过去，加2除以2倍的 xk。好，这就是下一点说，直接把它写成 xk 加1。好，这个是2/xk 加上 xk 分之1。好，这就是公式了。好。譬如说，你刚刚那一点是x0等于2，你把它带进去就得到1加1/2，所以3/2。2/3带进这个公式，你就得到4/3加2/3，所以得到12/17。好，那这样比较快。所以，假设函数是 f(x) 等于 x 平方减2，我现在呢描述一下我们刚刚要做的事情。这是我的起始点，我一开头用这个式子，接下来所有的点你用递回关系式，写成这样。然后呢，这个数列按照我们从图形上面看，它应该就会慢慢的逼近到根号2去了。好，应该是这样子。你们在高中说不定有老师写过这个式子，那时候你可能觉得很神奇，你怎么会用这递回关系呢？然后写出一个式，然后它会收敛到根号2，原因就是这样，它就是用这个来做的。那我们来实际上看一下它的值，我抄一下，其实在170页的下面。这个是 x0、x1、x2、x3、x4。我算到 x4，我就已经达到小数点以下10位精确。好，根号2。那你从那个做法，你可以知道这有原因的，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刚刚说用这个方法
平均上来讲，你要算到小数点10位，你要算50次左右，哦，但实际多少可能会有出入，但是不会差太多。这个呢，你只要算5次就可以了，哦。而且你观察到它的那个位数啊，准确的位数啊，譬如说这边小数点以下2位，这差不多是5位，这个是10位，所以隐隐约约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它这个逼近的精确度啊是倍增的，哦，是倍增的。它不是说你每算一次多1位，不是这样子，它大概是这样，2位、5位、10位，所以你如果再往下算1位，大概就是小数点以下20位左右。再往下就是40位，你只要算到 x6就有40位精确度，这简直是太厉害了哦！简单讲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等于是找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找根的公式哦。那当然，你实际上在运算的时候还是需要配合计算机来计算哦，或者用电脑来计算。但是无论如何，它会减少你这个消耗的时间。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只用了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线性逼近而已，哦，没有用到什么特别别的东西。所以现在针对 y 等于 f(x)， 好，假设你要解根，那至少按照目前进度来讲，大概方法是这样：第一个，你先有个起始点；第二个呢，你要导出一个递回关系。那这个递回关系的做法啊，我现在用一般的函数来写，我刚刚是用一个特别的函数，我写一般的，所以假设是 y 等于 f(x)， 现在假设你有一个点 xk，f(xk) 啊，这是函数曲线上某一点，在这边这一点是 xk， 这个是 xk， 好，假设是这样子。然后我从这边做一条切线，啊，交于这一点，这一点叫做 x k 加1，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反而比较好写啊。切线方程是 f prime x k， 好，这就是切线方程式。好，刚刚因为有实际的函数，反而写起来比较复杂。你现在写成这样反而比较单纯，啊，这个反正就是普通的切线方程式的写法。然后呢，你令它等于0。所以你可以解出来 x 呢要等于 xk 减掉好得到这个式子，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点叫做 k 加1，就是下一个候选的点，所以这个是 xk 减掉。好，那这个方法就称为牛顿康根法，对任何函数啊都适用。这是起始点，然后接下来的每一点都用这个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本上的例7.1 171页的最上方。所以我就故意取了一个你应该不会解的方程式来算。那这是一个5次方程式，好，我不特别写在黑板上。y 等于2x 5次方减掉10x 3次方加8x 加1。好。然后呢，它现在令 x0 等于2跟 x0 等于1，然后各自去算。好吧，我至少可以写一下。好，就是这样，的确是复杂哦，但是总比你什么都不会做要来得好。你现在有这个值，所以你现在开始把起始点 x0 等于2带进去。那在170页的上面，我有写到这个数列哦，你看一下，你很快就发现它的准确度啊，在 x0 等于2的时候，它大概算了3次就已经到10位了。然后第二个是 x0 等于1，
哦，它也是算了3次就已经到10位了，哦，大概是这样。但是这边有个问题啊，哦，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它所逼近的那个根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再仔细想想看，这没什么不对啊，因为你是一个5次方程式，5次方程式理论上可能有5个根，所以5个根呢，当然你现在你用不同的数列去逼近，你当然有可能会逼近不同的根，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来了。哦，牛顿氦根法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它的光明面，哦，牛顿法有它的黑暗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因为你在解一个实际的问题，哦，你如果通常只是给你一个方程式，譬如说以前给你一个2次方程式解根，那个老师的要求是希望你把所有根都解出来，所以那没什么好讲。那我现在给你一个5次方程式，那因为这是一个计算题，所以我说请你把所有的根把它求出来，你大概就在那边想想看，它到底有几个根啊？然后我到底要用什么去逼近？好，然后更糟糕的是，实际上你在应用的时候，通常你要的解只会有一个。虽然那个方程式看起来有很多次，但事实上你要的根可能只有一个。现在问题是，假设你像刚刚这样，我随便找一个点当起始点，然后我开始让它去收敛，就像这样。我心目中的根可能是 x0等于1，后来收敛那个根，但是我一开头取到的是 x0等于2。那而且你看着它收敛，所以你以为你找到那个解，但事实上那个解不是你要的，哦，所以在实际的应用上，牛顿氦根法，不是那么直接，哦，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你要会很多以前微积分的东西。也就是说呢，简单讲一句话，你必须对这个函数多多少少有点理解，你也要对你的问题多多少少有点理解，你才能搞清楚你到底要解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根。等你搞清楚以后，你再用牛顿氦根法，然后就很快啊，意思是这样子。好，那171页的下方这4个图呢，是告诉你牛顿氦根法还会出现很多很奇怪的情况啊，我大致上说明一下。第一个，好，假设你的 x0取在这边，结果你做切线，取到这边，这是 x1， 结果 x1 这一点呢，你往下一做，开始做切线，就这条切线是水平的，哦，你真的找到这种根你就可以去买彩券了，因为这实在太不可能，你随便找一个点会这样，其实很不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它总是可能，哦，就是说你有可能随便找一个点，然后去找下一个，你就跑到无穷大，你根本做不下去了，啊，这只是告诉你牛顿氦根法有可能根本做不下去，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例子比较复杂，好像也还好，看一下。好，你 x0取在这边，那你心目中可能觉得我想要利用这个呢去逼近这个根，啊，那但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虽然你是这样想，但是因为你这个做过来到这里来，所以找到的是这个根 x1， 然后它在做切线，找到这边是 x2。结果你在这边做来做去，做到后来呢，去运到这个根来 ，OK， 所以你心里面想也许是这个根，但是你利用牛顿氦根法，你所得到的是别的根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个例子。好，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样子，好，这个也是要去得乐透的，好，看一下，好，这样子。你 x0在这边，你现在做切线，切到这里来，在 x1 做切线，它刚好又回到 x0，哦，所以它就变成 x0、x1、x0、x1，你的根在哪里呢？好，没有，不知道在哪里，这样子，所以这也是有可能的。那还有一种呢，是其实我们在习题里面也有做，它类似这个，好，就是有一种函数根本牛顿氦根法也做不出来的。啊，它有可能这个做到这边，这个做到这边，这个做到这边，做到这边。好，你的根明明在这里，但是你就是眼看着你的那个数列越跑越远，它整个发散掉了。好，从 x0、x1、x2、x3，它整个发散掉了。那这也是有可能的。OK， 好了，所以画的这几个图是多少要让你小心一下。就牛顿氦根法，当然
当它可以用的时候，非常的好用啊。但是你至少呢要小心出现这些可能性的时候。那这里面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我先让你看到一个比较精彩的例子，172页的上面，例子7.2。你看右边那个图，你从 x0 开始，其实你从 x0 开始，我心目中我也不知道你心里面想的是哪一个根呢，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x0 开始跑到 x1， 那 x1 又跑到 x2， 然后又跑到右边 x3， 然后又跑回到 x4，这里面这还蛮复杂，所以你看到最前面几个 x1、x2 它根本就是乱跑，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才比较确定，原来它是要收敛到最左边的那个根，比如说像这样子。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如果你不慎选起始点的话，还蛮容易发生的。所以我们刚才这个牛顿看根法，现在看到是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在应用上看起来有点混乱，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混乱中间呢，找出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式去应用它。那这个我写在性质7.1。那如果你是用旧课本的话，这个性质7.1其实是摆在习题里面现在我把它写到前面来。如果它简单的讲，我先把这个结果讲一下还是我先写一下好了。如果 f(x) 在 a、b 上，它满足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一阶导数跟二阶导数相乘大于0。第二个呢是 fa 乘上 fb 小于0，则取我看这边取什么？所以如果你取 x0等于 b， 则 sk 是x 跟 sk 是一个递减的数列，它会收敛到r，这是根。好了，通常写这个看起来都很可怕我画个图就很简单。第二个条件指的是在 A、B 中间有根这是看根定理。那第一个条件呢，指的是下面两种情况。假设这是 R， 或者递增凹向上或者递减凹向下。这个是第一个情况。递增凹向上，因为这个同时大于0，所以可能两个都正，或者两个都负，那就是递减凹向下。那在这两个情况呢，我们假设 AB 是在这的，AB 在这边，所以这时候你如果取 x 这个 B 这一点当做 x0的话，把这一点当做 x0， 那你用这个牛顿看根法，保证你会收敛到这个根，那直接看，然后它就会越来越靠近它，收敛到这个根，这边也一样，而且这个数列是越来越小了，从 x0开始，慢慢的变成 x1、x2、x3，然后它也不会超过 r，它会乖乖的就一直收敛到这边。我把证明写在它后面，不过我现在心里面想，这个证明比较适合当做附录。因为有一些证明是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像这两种情况，我觉得证明是属于比较容易感觉它是对的因为你从图上一看就觉得它是对的。你要证明这个数列呢，它会慢慢的收敛到 r， 其实你只要证明几件事。第一个，它是递减的所以你要证明 xk 应该是这样 ，x0 x1
就是它会一直小下去。但是呢，它又不超过 r， 全部都大于 r。你只要能够证明这两件事就可以，就是所有的 xk 全部都会大于 r， 而且呢，这个数列会慢慢的递减。有了这两件事之后，你就说，只要有我刚刚讲的递减跟它们都会大于 r， 你就可以从直观上就知道这个数列会收敛。好，这是第一点。这样问题是它收敛以后，它可能不是 r， 所以你还在说明说，其实在这中间它只有唯一的根。那这唯一的根很简单，因为在 A、B 中间如果有两个根，那你利用以前我们学的 Rolle's 定理，因为你有两个根，表示中间会有一个点满足 f' 可 c 等于0，但是因为有这个条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只有唯一的一个根。所以你只要证明说它所收敛那个数，它其实也是根，那就结束了，它必须是 r 这样子。但是这是一个很数学的证明，我们从图上看倒是比较简单譬如说它是递减，递减这完全是因为它是递增凹向上或者递减凹向下的结果，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点呢，你画一条直线，它总是会在这个曲线的下方，所以它相交的时候呢，跟这条线相交，它一定会在这个根的右边，然后在这一点的左边这样子，所以每一次你做这件事，它这个条件都没有变，所以它会一直往左边走，这是第一个。然后它也不会超过 r， 也完全是因为这个条件所做到了。我想想看，对不起，我刚刚说错，它会比 r 大，是因为会比 r 大，只是单纯我想想看，它递减好，会比 r 大，是因为 f' 跟 f' 的关系就是一阶导数跟二阶导数的那个条件。但是呢，它会往左边走，这个只是单纯的，因为它是这个函数值大于0，而且它是递增的，所以它做切线呢，它会往这边过来。那这边也是一样，因为它小于0，然后这个切线是递减的，所以它会往这边过来。好，所以这两件事情呢，各用到一阶导数，还有原来的函数，还有二阶导数中间的一些性质。那从图上看，就是看起来就是对的嘛，它慢慢的往这边跑，然后会逼近到 r，OK。所以如果你相信你的几何直观的话，其实这个证明也不太需要写，但是因为数学家比较小心因为从几何上看到的图，那图有很多种，你怎么知道它永远都是对的？所以你其实要把它写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写得清楚一点，就需要写这下面的证明。那我想今天我后面有空的话，我再回来谈这件事情好了。那目前为止，我们先不要影响我们目前的理解，那这个理解是说，你只要比较清楚地掌握到这个函数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跟函数本身的性质，你其实就有一个工具在这边它可以保证它会收敛到某一个根。所以在接下来就是你在应用上，你只要确定这个根是你要的根，所以顺序应该是这样。其实我好像写在这边。好，173页的下面，我们可以归纳下面使用牛顿看根法的经验法则。第一个，不可以乱选起始点，因为从刚刚最前面我们看到那些例子，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第二件事情，你要了解这个问题。利用看根定理帮你找出一个包含根的区间，那这个根呢是你要的那个根，先确定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利用性质 7.1 协助你找出恰当的起始点，其实2跟3有时候是混用的，然后第四个呢，起始点尽量的跟你想求的根越近越好，那这只是为了你要逼近的时候快一点，那这几个想法呢，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帮忙你找到一个恰当的起始点，收敛到你要的根，这样子 ，OK。所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真的来举一个应用的例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73页下面这个还蛮长的例子。这个性质我忘了另外一半，对不起。这个例子还有另外一半是这样：如果你把第一个条件把它改成小于0的话。那这个你就取 x0等于 a， 它就会从右边，我把图画完好了。对不起，我现在画的这个图是刚刚的第一个条件，但是如果 f' 的 x 乘以 f' x 小于0的话，
哦，对不起，我不需要画这个。所以是递增，但是可能是凹向下，或者递减，但是凹向上。那这个时候呢，你取 AB 的时候啊，你取 A 这边，取左边啊，因为取左边的话，它会被包在里面。你做这个，它会这样子收敛过来。哦，这边也是一样。如果你取的是这边，好 ，x0 x1，x1，就是在刚刚讲这个情况，你取右边的那一点，在这个情况你取左边的那一点，然后可以保证你收敛过来。好，那它收敛的原因其实都很像，就是它被包在里头。因为你如果取到右边的这一点的话，在这个情况它会跑到另外一边去，那你就不太确定它会跑到哪里去。在这个图来讲，在这个范围，如果你取这边还勉强哦，取这边你取一个切线过来，因为取到这个范围里面是还好。现在就怕你取到一个地方，一跑太远。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些错误的例子，都是因为你一跑太远。好，这个才是完整的性质7.1。好，抱歉，我刚刚忘掉。所以我们现在来看173页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样，有一个租赁公司，就是把东西租给别人了。你们知道赁跟贷的差别哈。有一个租赁公司将一部成本10万元的影印机租给某个图书馆，然后为期2年，月租金要怎么算才合理？那如果约定月租金是4800元，请你计算它的内部投资报酬率。那后面这个问题我到后面再来讲，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需要前面这个经验，你才比较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有一个10万元的机器，你要租给一个单位，然后2年，请问你的月租金要怎么算？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而且没有标准答案。因为为什么没有标准答案呢？你可以说10万元，那月租金10万元，为期2年，你就可以赚非常多，当然很好，对不对？但是人家都不会跟你租了嘛。但是如果租金太低的话，人家很愿意跟你租，但是你不想借你不想租给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标准的答案。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里面，它有一个起码的要求是这样子。你要的租金最起码你的租金要大于这个数字，对不对？因为10万元除以24个月，每个月要付多少钱？所以最起码要这么多，而且其实老实讲不可能是这么多，但是它最起码要这么多，因为你不到这么多，当然你就赔钱了，所以最起码要这么多，而且不只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干脆把你的这个，你也不要买机器，你把钱存到银行去，你直接拿那个钱还比较多一点，所以不能这样算。那我刚刚讲到银行，那非常好。我们假设用利率来当做我们的那个通货膨胀好了，因为这里面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个问题里面呢，比较合理的答案是这样，我们就跟你把它存到银行去比较来好。所以应该是假设这个租金是 A 块钱好，假设你心里面有个底，你现在不讲那个 A 是多少，但是我们就是说，你至少要想出一个原则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这个条件是这样，这牵涉到你是后付还是先付？我这边是直接写，好吧？所以这是后付，对不起，我现在讲的这个 R 呢是利率，就是这是应该是说年利率除以12了，这个意思就是说。这要怎么解释呢 ？A 除以1加 R 大概是这样，就是你现在想这个租金，它在月底付给你假设你月初签的这个合约之后，那它在月底给你这个钱，
那当初你这个钱如果不是这样子，你把这笔钱直接存到银行去，它过了1个月以后，它会给你利息，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钱啊，到了月底以后，其实那个价值已经不是跟你现在比，已经稍微小了一点点。所以呢，你把 A 除以1加 R， 意思是这个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以至于你把这笔钱把它存到银行去，假设存在银行去，你把它经过1个月之后，它所得到的钱等于 A， 这样子，好，大概是这样，也就是这就是你的限制，你现在把它写到这边，存到银行去，刚好会等于 A， 那就表示 A 呢，在1个月以后，其实相当于现在的价值大概只有这么多，好，所以下面这个是他在第2个月底付钱的时候，他一样给你 A 块钱，但是这个从你现在的眼光来讲，它相当于只有这么多钱，这样子，好了。所以一直到最后2年结束以后，他还是付给你 A 块钱，但是这笔钱从现在的观点看，事实上只有1加 R， 就是这个除完以后的这个钱，好，钱会越来越少，我们说越来越薄嘛。所以你至少希望这全部把它加在一起以后，要等于现在这个价值，就目前这个10万块钱 ，OK？ 那 R 呢是银行的利息，好，假设你用银行现在的利率去算，所以你把它算进去以后，你很快就可以得到 A 应该是多少这样子。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签这个 A 这个价钱，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事实上偷偷的你都会想多赚一点，所以这个其实是最小值，好，刚刚这个当然是最小，但是是不合理的最小值，这个是最起码的合理的最小值，这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 A 是多少钱，所以我把它算一下。其实我应该写成这样，好，把它写成这样好了。好，然后这是一个等比级数，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1减掉1加 R 分之1，1减掉1加 R 分之1的24次方，乘上 A 1加 R。这个1加 R 呢，乘到下面去，它会变成1加 R 减1，好，会得到 R。好，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 A 好，得到这个式子。那我这边应该有算，在最上面那边。好，所以假设年利率是2%，其实现在还不到2%，现在连定存都不到2%哦。但是我就写一个好算的好了。那这样相当于月利率大概是0.0017，从这个地方你把它带进去，你算到 A 大概是4256。大概是这样。如果利率高一点的话，那这个 A 呢，其实必须要比较大，不然的话你就去存银行就好。譬如说，假设银行利率是18%，那你这 A 应该还要蛮大的，不然的话你就放到银行，它很快就会变多了。OK， 因为这是2年嘛，我们上次讲什么？你要很快的去算这个的话，18%、70%是每4年翻1倍，所以你存2年，18%至少这个还不到一半，但是就是已经很多了。所以那个 A 呢，其实要很大。好，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这个也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我已经讲过，这只是一个合理的下界，告诉你说，你如果要收这个钱。你至少要收这么多，因为这个大致上相当于你把它存到银行去，从现在你把它放到银行去的价值。好，那奇怪，这个地方没有微积分，也没有牛顿看根法。好，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假设月租金现在定成4800块，因为我刚刚算出来是4256块。那假设我现在要多赚一点钱，所以我把月租金定成4800块。那请问我要怎么样去谈说我这样子呢有赚比较多钱？我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谈？那这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内部投资报酬率。其实简单的讲，它就好像是说我把你这个图书馆也当作银行一样，然后呢，你现在每个月付我这个钱，这有点像高利贷，就是你的利率呢，显然想起来要比银行要高一点，因为你的钱比较多嘛。假设你现在是4800块，那你要怎么样反映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想象呢，你好像是把这笔钱存到另外一个银行，那这个银行呢，它的利率是多少？那个内部投资报酬率就是说，当你是用你现在溢价所得到的4800块每个月付这个钱的时候，大致上相当于你的银行给你多少利率？就这是一家比较特别的银行，这样子。所以这事情反过来变成这样，就是4800元除以1加 t， t 就是利率，加上4800元除以 t 平方。这样子 ，OK， 也就是说，用刚刚一样的想法，刚刚这个想法是正常的银行，也就是说呢，你在一个正常的银行，你的月租呢，相当于 A 大概是4200块，你现在把它放到一个另外一个银行，这银行要打个双引号，然后呢，它给你的利息是这个 T， 现在问题是我不晓得 T 是多少，但是原则上它的算法跟刚刚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假设你存到那家银行的话，那就相当于月租大概是4800块 ，OK？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你可以想象，因为你的月租比较高，所以这个 T 一定比较大，然后你现在就用这个 T 这个利率呢来衡量你赚钱，就是你在这笔生意上你所赚的大概是多少，是用这个方式来想。那这个称为内部投资报酬率。所以我们要解的是这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一遍，我再把它写一下。4800，然后 t 1减掉1加 t 24次方，得到这个式子。然后呢，它可以化简，这个我就不细算它写在这里。它写下来是得到10万。4次方减掉480，3次方。我写错。我刚刚是不是直接算还比较快一点？因为现在抄这个都不太记得。t 1加 t 的24次方减掉4800，加上4800，好，得到这个式子。好了，那这就是回到我们牛顿康根法的问题了因为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一个多项式，这个多项式是一个25次多项式从来你一辈子都没有解过25次方程式。然后你现在要解这个 t 那我现在为了要把它弄简单一点呢，我令 x 等于1加 t。记得 t 才是你要的，但是我现在把这个方程式换一下使得它的形式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呢，这个写起来变成10万 t 等于 x 减1乘以 x 的24次方减4800 x 的24次方，然后加上480等于0。所以你可以得到减掉1048，得到这个式子。好了，你要解这个方程式。那你稍微对这个数字敏感一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个根，x 等于1，x 等于1是一个根，对不对？那太好了，你已经解出来了。但你再想一下 ，x 等于1相当于什么？x 等于1呢，相当于 t 等于0。
t 等于零不可能是你要的根啊，这表示利率完全没有。哦，你用这个跟你老板讲，老板把你打死，这样子。就说你反映说我租了他4800块，反映在利息上是0，哦，这样是不行的。所以针对这个方程式来讲，它是根没有错，但这根不是我们要的根，这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针对问题你要稍微了解一下，然后你才知道这是不是你要的根。好，所以下一步呢是习题，好，在这边有个习题。习题7.1，请你证明 f(x) 这个函数的图形必如右图。那这个要作图，好，这个函数虽然是一个25次方程式，但是这个函数因为它只有几项，所以其实它没有很复杂。那你记得你做图的时候，你只要算一阶导数跟二阶导数，你大致上就可以算出图形是什么样子。这个做完一阶导数，连这一项都没有了，好，所以事实上只剩下2项，所以这个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好，你只要把你以前画函数图形的那个技术拿出来，稍微画一下，你很快就知道这个图形大概是这样子。好，画一下。好，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 x，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根，这就是1，这个不是我们要的根。这边还有一个根，因为这是25次方，所以你知道它左边还有，但这是负的，更加不是我们要的。重点就是你要证明说这个图形啊超过1之后，它就是再经过这个它就上去了，好，不会再回来。那这样子的话呢，这就是我们要的根，好，这就是我们要的根。好，你怕的是超过1以后，这边呢有很多抖动，然后再上去。你怕的是这样，这样你就真的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根才对了。好，但是因为你现在这个图形变得这么单纯了，那其实非常非常清楚，就是你要这个根。现在重点只是你怎么把这个根找出来。好了，那我们要找这个根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因为你现在有牛顿看根法。然后这个图形呢，这个地方是递增凹向上。所以你知道说你在这一点的右边找一个根，它铁定就会收敛了。好，那你要找多大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譬如你取2好了。好，你从2开始，因为你现在担心的是2也在这边，对不对？就2在这边呢就取错了，因为你现在不知道这个根在哪里嘛。你当然可以用看根定理帮忙你，哈，比如2带进去，那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表示它是正的，那当然就是对的。但是其实2一定会在这个的右边有一个非常显然的理由，因为2相当于利息是多少？因为 x 等于2相当于1加 t， 那个 t 是1嘛，1是多少？1是100%啊！啊，你才租人家4800块，利息到100%，这怎么可能？比18%还高那么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事实上你取1.5都很可能，不是很可能，一定是对的啊！因为那利息不可能大到那种地步。所以呢，好吧，字不记你就取个2吧，好，你就用2来算。那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用牛顿看根法开始算。这个地方就让计算机算，所以我也不特别去算它哦。所以现在取，哎呦，我这边取 x0的1.05，好吧，我刚刚就这边啊，在课本上我取的是 x0的1.05，这样子。那这已经很大了，好，1.05表示说它的相当于 t 是就是这个值 ，t 等于0.05。那刚刚我讲这是月利率啊，月利率0.05，所以你乘上12，表示说这是一个银行年利率是60%，这已经太大了啊，所以我取成1.05这样。所以我刚刚讲那还讲错，我讲2的时候是说它是100%，那是月利率，所以相当于年利率是1200%。我要去那家银行存钱。好了，所以现在假设你取 x0的1.05，那利用牛顿法，你很快可以解得 x， 好，所以你用牛顿法。那你可以解得呢，这个你算了几下，大概差不多等于1.0116。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内部的投资报酬率。OK， 也就是 R 呢，大概等于0.0116。0.0116大概相当于年利率是12%多一点，好，12%多一点，这已经很高了。
哦，因为我们现在年利率才1%啊，好1.5%。好，我这边有写，相当于存入年利率14%，因为我没有实际预算，差不多14%。OK， 所以你看，光是这个租金啊，你从4200只是调到4800，哦，4800，它其实相当于这个银行相当于给你的利率就是14%，但这里面会牵涉到很多什么人事费用啊等等成本，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你照这样估计，你的内部投资报酬率大概就是这么高，哦，那你在公司简报上就可以说，我跟人家递了这个合约，然后做了这个价钱，啊，其实相当于这么多，啊，然后看老板要不要夸奖你，啊，老板看说为什么不是30%，好吧，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好，这个例子啊，这例子其实是我自己碰到的例子，我把它写在这边，这其实我自己个人的例子。这例子发生在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啊，这情况大概是这样。我在麻州留学，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们那个公司啊在算，因为他是一个租赁公司，他就在算这个账。然后他说他们那公司的电脑呢，因为他们有很多笔，不是像我们只算一笔，它有非常非常多笔，是吧？像这样的东西，那有一些租赁的合约又稍微更复杂一点。重点是，他们算那个东西呢，用他们的公司自己有一个 IT 的部门，在算这个东西。他公司没有很大，但是为了要算这些东西，他要雇一些人。然后他们去算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他们每次1个月结账的时候要花3天，算出他所有的这些东西，3天啊，因为当时电脑有点慢，3天。然后另外一个是里面经常有很多错，就事实上他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东西。那我后来就说好吧，那就给我看一下好了，好，我看一下，然后我发现呢，他是用康根定理去做的，就用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用10分逼近法慢慢在那边算。那有时候他不知道根的位置在哪里，他有时候还会搞错，所以它是一个瞎摸的程式，简单讲是这样子。那我后来把这个问题稍微想一下，其实就是刚刚的这个过程，就是在黑板上这个过程。你把它算完之后，你发现你就是要解一个这样子的根，求一个牛顿法的问题，所以就跟他讲说你要这样算。那你要知道，对一般人写牛顿法，尤其是我如果不把这个原理解释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刚刚我讲那个 x 平方减2等于0那个根，我变成那个奇怪的递回关系式，所以他们也是半信半疑然后就开始去弄。结果呢，他把他那个程式重新写了以后。他大概2-3个钟头就把所有东西全部都算完了，以前要花3天，现在2-3个钟头全都算完，而且事实上精确度非常高，而且基本上都是对的，所以他们公司非常的高兴，那我当时因为不太懂这些事情那公司非常高兴，就决定给我美金不知道多少钱，我忘掉了，5000块钱吗？5000块钱还是？你们不要哈，这个在美国在当时，你找一个顾问公司到你公司，因为你碰到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找个顾问公司。顾问公司一来就是3-4个人，然后一来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很难处理啊。我们可能要多少时间然后每次一花钱，那这个哪是这个几千块钱可以处理的事情，反正就非常非常的多钱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公司给我这笔钱，他们其实也是小赚所以是中赚但是我那时候反正我只是个学生嘛，然后我也只做了这个计算而已然后就跟他讲方法，我也没有真的去写程式，所以我突然之间掉下来一笔钱，我也觉得很高兴，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从数学系来讲，这有点像我在黑板上就随便解讲，跟他讲这解就是这样，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掉下来的意思就是说这真的有用，然后他就真的给你那么一大笔钱好，这个证明了学微积分的好处。好了，不过这个好处现在暂时比较没有了，因为现在的电脑很快，然后这些套装软体很多，所以像计算这个内部投资报酬率现在计算机上面的其实都可以算，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证明我的年纪有多大这样子这非常久以前的事情。电脑的进展真的非常快所以你很难想象我们以前的日子。就说你隔个5年10年，
那个日子的感觉，跟你们现在隔个5年、10年相差的那个感觉很大。我的感觉就很深刻，就是真的变化越来越快，好吧？这边有个习题，习题说租方觉得另方合约开价太离谱，希望把租金降到4500块，但是呢，另方希望这个 IRR 至少要大于等于0.01，请问这项合约能够成立吗？那其实你就是把4500带进去，你算一下真正的值，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是这一节的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我想解释一下这个误差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发现一个事情很神奇，就是它的误差它会以那个平方倍数来增加。那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个地方用到一个前面的式子，我要把前面那个式子稍微写一下。就是我先证明一个式子，我先证明一个下面这个式子。我先这样讲好了。我现在的目标要证明那个误差的那个现象，但是那个现象不是很好写，所以我就先不把它写下来。我要做的事情，你只要记得我刚刚在计算那个根号2的时候。那个小数位数从2位突然之间变4位或者5位，然后变10位、20位。我现在要解释这个现象。那我现在 f(x) 呢，针对 x 等于 xk 做泰勒展开。但是呢，我只做到一次项，也就是后面就是泰勒定理，我把它写下来。写成这样子。针对 xk 不是针对那个根通常我们的直觉是应该要对根做展开，那这边不是，我是对 xk 做展开，然后呢，我代入。也就是根，我把根带进去。那根带进去以后呢，这个地方就得到0了，所以我得到0等于 f xk 加上 f 和 r 减掉 xk。好，得到这个式子。然后这个就是我在误差估计175页的最上面那一行，到结果，就是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我看一下为什么多了一个式子？好，我把它整理一下。这个地方我把它除下来，所以我得到 f(xk) 除以 f 和 xk 加上 r 减掉 xk 加上2倍的 f 和 xk。好，这是泰勒多项式。我现在只是把它带进去，得到这个等式。然后呢，这边我把它同除以 f 和 xk， 这边还是0。但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这个式子，这基本上就是负的 xk 加1，所以我把它写到这边来。我把它整理一下，我得到 r 等于 xk 加1减掉 c 2倍的 f 和 xk r 减掉 xk 平方，然后这个式子，先确定一下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倍数倍增这个事情不是直觉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要把这个证明稍微说明一下。我不见得要考，但我要说明一下。
那刚刚前面那个性质是因为我觉得直观上你至少一看你就觉得应该是对的，好，所以我才把证明移到后面去。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我慢慢的带这个我写到这边，好，这个地方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项除了 r 以外移项移到另外一边去，然后把它重新整理一下，这样子。好，这个地方用到牛顿开根法的要求，这个式子。好，所以我们就得到 r 减掉 xk 加1等于负的 f_m Planck c。好，得到这个式子。好，我们现在有兴趣的是什么？我们兴趣的是误差，对不对？误差是什么？你现在在做牛顿开根法，你的根在这里，你现在有个数列 sk 加1，哦，就是数列慢慢的跑，所以误差就是 sk 跟那个根中间的差嘛，这就是误差的意思。所以我现在令 ek 等于 r 减掉 xk， 哦，其实令它等于 xk 减掉 r 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其实重点不是这个，所以呢，我得到从这个式子，我现在得到，好，假设我令了这个误差这个式子以后，啊 ，ek 就是误差，好，这就是误差。所以呢，我得到 ek 加1，我取绝对值好了，对 f_m c。取绝对值是因为反正我不知道它是正是负，所以我刚才取成绝对值比较简单。好，知道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好，我们大致上已经可以看出来它为什么倍增了。为什么？因为误差的平方等于新的误差。如果你忽略这一项的话，啊，如果你忽略这一项，这边指的就是平方等于这样子。所以表示这个误差呢本身它会以平方，所以意思是说，比如如果这个是1%，那这个就是差不多是1/1000，啊，这个如果是1/1000的话，这大概是1000000，啊，都是以平方来增加。那现在顶多只是说，我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要稍微把它处理一下，啊，让它看起来比较好。所以下面这件事情也许难一点，哈，不过你可以看到一点点事情。所以我假设在某个区间上，在含r 的区间上，好，假设你已经知道 f_m x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大 M，f_m x 这个会大于等于小 m， 而且小 m 要大于0。好，那在这个范围里面，假设你满足这两件事情的话，我取阿尔法等于 m 除以。那这个地方指的是 ek 加1，好，它会小于等于，好吧，我先写慢一点好了，因为二阶导数这个会小于等于 m， 所以它会小于 m。然后呢，这个一阶导数的这个绝对值要大于等于 m， 但是因为它在分母，所以我取了导数以后，这个会得到1除以 f_m x， 绝对值小于等于 m/1， 好，所以这个符号小于符号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会小于2倍的 m， ek 平方。好，得到这个式子，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区间里面满足这个式子的话，我就会得到这样子。好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令这个等于阿尔法，所以 ek 加1就会小于等于阿尔法 k 的平方，然后你同乘以阿尔法，你就得到阿尔法的 ek 加1。好，把它写成这样子。那这就是我刚刚本来想要讲的，这就是很单纯的某个东西的平方就是新的，所以中间插一个阿尔法。所以意思是这样：如果你一开头阿尔法10，如果你能取到它小于1的话，哦，假设你最开头你把这个误差把它取好，就是说你现在起始点跟你那个根中间的误差。乘上这个阿尔法，这个阿尔法跟这个函数的性质有关，所以我不能够在这个地方随便讲啊，我只能说假设某个阿尔法，假设一开头小于1的话，那么下一个阿尔法的1就会小于这个的平方，那因为它小于1，所以这个更小，然后阿尔法2呢又会小于阿尔法1的平方，那变成这个就刚刚这个值的4次方，好，所以它会越来越小，这样子。好了，那
这是一个抽象的写法了。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好，我至少让你看一下这个例子，然后你会比较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子。好，回到我们根号2的例子，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个对应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0、1、2，函数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刚刚已经确定我的根在这里面。我刚刚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方法看，或者说因为你很熟这个，所以你知道它的1跟2之间，好，比如说这样，所以我就取说，我现在只考虑这个函数 f(x) 在1、2上，好，在这上头。那在这里头呢，好，在这里头，我现在来看我的大 M 跟小 m， 好，那在这个上面，因为一阶导数 f'(x) 等于2x， 所以呢，我们知道 f'(x) 的绝对值大于等于1，也就是说呢，在这一段里面，它的斜率反正再怎么样就是比1大，一定会大于等于1。那这个大于0，所以我就取这个为我的小 m， 这样子。然后二阶导数 f'(x) 根本就是一个定数，是2，所以我当然把这个取成我的大 M。所以利用这个结果，我可以取阿尔法等于 m 除以2倍的小 m 1/2。好，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如果我一开头取的 x0跟根号2的值，这个就是我所谓的10。如果绝对值好，如果我取出1/210会小于1的话，其实就可以保证，在这个范围内，我只要取出 x0乘上1/2会小于1的话，我就可以保证它一定会收敛到我要的根，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刚刚取的第一个 x0是2，那2跟根号2的差，就算我假装不知道根号2在哪里好了，假装我不知道，但是2跟根号2的差顶多等于1嘛，因为它已经在2跟1中间，顶多等于1。那假设它是等于1的话，1乘以1/2已经小于1了，因此这个保证，你从2这一点当做 x0出发，它就可以一路的收敛下去，所以它会保证，意思就是说，假设你取 x0等于1，然后你假设1万呢小于1，这样子，然后它告诉你下一个 x1，我们算出来不是3/2吗？那依照刚刚这个式子它会小于这个，所以我得到1/2乘上1万。它就会小于等于1/2乘上10的平方，但是我已经知道，对不起，这是10。但是我已经知道10小于1，所以它就是小于1/4，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会得到1万会小于等于1/4乘以2等于1/2，这样子。然后下一个那个点 x2 是12/17，所以1/2E2会小于等于1/2的1万的平方，然后这个小于等于1/4，所以1/2万小于等于1/4，所以这会小于16/1，所以我得到E2会小于等于1/8，这样子一直点下去。但是呢，这只是保守的估计，这个误差大概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变小。但事实上，你可以一开头就取 x0等于3/2，这个时候10一下子就会小于1/10，因为我们从十分逼近法已经告诉你，它在1.4跟1.5之间，所以一开头就是1/10，所以这时候你新的 x1 就是12/17。那你用完全一样的估计的方式，你会得到1/2万小于这个。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是1/10，所以它就变成20/1的平方，然后这个再乘过去，所以事实上这个误差呢会远比1/8来的小，它事实上会小于
就是说我从刚刚那个第一个做法，我会得到12/17减掉根号2会小于等于1/8，这是刚刚前面的第一个做法啊，我得到的。但是呢，我现在假设我把 x0换成3/2，我知道10小于等于1/10，现在12/17变成新的 x1，所以呢，我可以把下面这个擦掉。然后这会小于1/2乘上10的平方，但是10呢小于等于1/10，所以变成20/1的平方，变成400分之一，所以我得到10000呢会小于等于200分之一，所以这个10000呢，在这个情况就是根号2减掉12/17，好，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前面估那个是比较粗糙的，因为你的起始点比较差。你现在如果换用新的10是，比如 x0取成3/2的话，事实上你可以估计出来它其实小于这么多。然后这个倍增的这个公式呢，我最后写在最后面，你可以看到176页那个虚线的上方啊。如果你取3/2当做新的 x0，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 1k 加1呢会小于20分之一的2的 k 加1次方啊，这是非常非常小 ，k 随便取稍微大一点呢，它就变得非常小了啊。那这就是我们前面之所以呢能够收敛的这么快的原因。好了，那我想对各位来讲，这部分应该是比较花的啊。但是你至少看到为什么它有一个平方，它那个误差的平方那件事情你要记得 ，OK。